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市桥水道边了，这里是沙地路，我们就沿着市桥水道就一路骑过去了。我看这里正好是市桥水道的一个拐弯处，我们在这边看看开阔的河景。左侧呢就是莲湖生态公园啊，这也是我们经常到访的一个公园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基本上就骑向市桥的老城区了，人头攒涌的感觉。这边还有个特色呢，就是唱乐曲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是2025年最后一天啊。今天晚上呢就是除夕，当然这是西方人的除夕啊，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除夕。但是呢，这个世界大家都早就用公历了，所以呢，我相信今天也是每一个地球人啊，大家都是要欢送旧的一年辞旧，然后呢迎新，迎接明天开始的2026年。所以今天其实在家里也稍稍做了一些笔记，大概就复盘了一下这一年自己最想干的一些事，结果发现呢，有些事情是做到了啊，但是还是有些事情没有做到。所以在新的一年呢，继续加油。但是呢，做人呢还是以平常心啊。有些事情没有做到，因为种种原因，那可能某一些的事己不够勤快啊，有些懒惰。但更多的呢，就是一些客观的因素的影响。就比方说，大家都希望退休以后呢，能够到处走走，有这种旅游，甚至旅居。这个呢，确确实实不仅是钱的问题啊，你还得要有时间。但你家里头有些事情总有些牵绊，总没办法让你完全能够脱开身，或者说有一段时间呢，你的生活重心啊，在某一些上面就没有办法让你完全放松心态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从小的方面做起，比方说每天出来骑车，但凡只要天气允许，就是很容易做到的。也为了让自己能够多骑车，那么你就通过做一些可能并不招人喜欢的视频分享一下，就每天好像完成任务一样。那我就把它称之为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相结合。虽然说没有到相得益彰的地步，但毕竟呢，它也是能够积极的打发时间，让自己觉得生活过得更有意义一些。我觉得这是过去的这一年最大的一个收获，也就是说，你年初骑行，到了年底呢，你还在骑行。年初的时候，你的状态还不错，到了年尾的时候呢，还一如既往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对于生活或者说身体来讲，值得自己为这一年所做出的努力感到满意的地方啊。当然这不是什么成就啊。今天呢，看着天气还不错，虽然有点阴天，
但气温不高，现在是22度，所以我今天穿着比较短的打扮的衣服出来。这样的话呢，等一会儿骑的就不会太热啊，就不至于出汗。今天呢，我还是打算从天湖居侧门骑出去，经过莲花山道、景观大道，然后呢，从景观桥下的四桥水道那边呢，拐到四桥去，在四桥那边呢，去走一条已经好久没有去走的四桥一桥，就是应该不知道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拆掉以后建新桥，前几天呢据说已经通车了啊，当然只是四桥水道上的一座普通的桥而已啊，但我相信呢，这个应该是四桥水道上面当年建的第一座桥吧，所以它才命名为四桥一桥。那我们就到这个桥上呢去通过一下啊，并以此作为目的地，再从那边呢就返回，但愿呢能够骑一下四桥的两岸啊，这个就是今天骑行的目标。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莲花大道这条山道上啊，这段路呢我就不打算录了，我们等一会儿到了景观大道再说。现在呢我骑过鱼山西路，前面就是景观大道了。刚刚我才把我的码表装上打开，现在对码表好像已经没什么感觉了，因为以前老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够骑多少距离，然后还会监测一下，比方说骑的坡度啊等等这些信息。现在好像都无所谓了，有点返璞归真了，就是随意的在路上骑行，甚至有些路段根本就懒得录了，只要人在路上骑行就好。经过横江村，在这条景观大道上的一个出口，前方呢就是到了景观大桥了。那我今天并不上桥，而是在桥下呢，到了四桥水道，在左拐，在那边呢沿着四桥水道的地道，缓缓地骑到四桥去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四桥水道边了，这里是沙地路，那我们就沿着四桥水道就一路骑过去吧。北方的朋友可能无法想象啊，已经到了12月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就是元旦了。可是你看这个地方还是常绿，这个像我骑车的居然还穿着短袖短裤，所以南方天气就这样的让人在冬季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温暖舒服。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北方人到了冬季像候鸟一样的去到广西、北海，更远的去到海南岛，还有很多有能力的去到马来西亚办理什么第二家园啊。
我看这里正好是四桥水道的一个拐弯处，我们在这边看看开阔的河景，还是非常平静恬静的这种景色。当然还是有很多钓鱼爱好者在这边垂钓。看到河的这样有很多的龙舟啊，就一年都不收回去的可能。但再过了4-5个月啊，又要举行龙舟赛，而且提前可能会进行一些演练、训练什么之类的。也就是说，再过几个月，等到江水暖了，这些龙舟队又会在江上进行训练了。左侧呢就是莲湖生态公园啊，这也是我们经常到访的一个公园。左侧的一个社区，这个楼盘已经出成规模了。今天感觉这个河冲里面的水比较满，有点溢到岸边的感觉了，岸边的都是这个样子。
这个江里面还能钓到挺大的鱼，这个鱼应该有1尺来长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这条三桥下面了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基本上就骑向4桥的老城区了。现在经过又一座桥——西丽大桥。
这边的江边的平台就非常开阔了啊，也放了很多的桌椅，就当地人愿意到这边来成群结队的打牌休闲啊。但是这个江里面的2艘船还在啊，好多年了，估计他们就是水上人家。这边榕树下啊，就有巨大的树荫，这个树冠底下呢，都是一些大家休闲的桌子椅子，所以这边呢也是当地居民的一个活动热点。我的前方呢是右座大桥，叫光明大桥。这是一座可以抬升的桥，但我从来没有看它抬升起来过。这边呢已经来到了不得不扣的4条老城区了，边上有很多比较陈旧的建筑物啊，还有很多居民的社区。这边呢有一个平安码头啊，只是用了一个名字，应该早就不用了。这边呢有个广场，也是很多当地人在这边休闲的好去处。你看，这边打牌啊，人头攒涌的感觉。这边还有个特色呢，就是唱乐曲。这边有很多乐器爱好者把那个音箱设备拿到外面来唱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
你攞鳩嚟講，你俾咗先啦，我已经看到了啊，我的前方一座白色的桥，这座成那个四桥大桥，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拆除重建的四桥大桥，也是前段时间刚刚通车不久的新的大桥。那我今天呢就打算从这个桥上去走一走，看看要怎么上去，然后从对面下来。其实这座大桥没有拆掉之前呢，我也去走过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说拆就拆，但这里也很快啊，也就那么几年的时间，又重新把它建成了一座新桥，边上那座临时的便桥好像还没有拆掉。这边很多建筑的垃圾还没有清走，而且好像也只搭了一条楼梯上桥。好，现在我推车上桥，这里呢就是我今天骑行的上学目的地。然后我想从桥的对岸骑回去。好了，我已经来到了新的四桥大桥上了。我们到这边来观望一下，好像还有一点点收尾的工程还没结束。这条桥呢已经顺利通车，桥的封面还摆了一些花，也留出了骑行道和人行道啊，感觉不错。这个栏杆呢用了玻璃，就比较通透。那好了，今天从启福新村骑到这边呢，就是为了来看看这座刚刚通车的四桥大桥。这里呢就是我今天骑行的终点了，分享给大家。等一会呢，我从另外一侧下桥以后，再沿着对面的江岸往回骑。那我们下一段再见了，谢谢大家跟随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